环球旅行，探索美洲。出发墨西哥之前，先到洛杉矶圆自己的汽车终极梦想——布加迪。做梦都不敢想能开上这样的车。钥匙给你，随便开啊。那假如碰了咋整啊？碰了，你的墨西哥之行就得暂缓了。咱先验一下车，免得有什么刮蹭啊、瑕疵啊，一会儿全算我头上了。1500匹啊！ W16， 帅呀！但是这个钥匙好劣质，像大众钥匙。哎呀，哇，好难进去的，脚好难分呢。这布加迪的内部结构跟内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！你看这个皮的确是好皮啊，这里还有甘蓝碳呢，非常的奢华，但同时它又很简单简约。你看这挡握把精致短小。 这是座椅加热，这是空调，这是风扇，这是座椅通风，一个大的 LED 屏都没有。我导航怎么看？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不买的原因。啊，这么低沉呢，有点失望，像拖拉机。爸，兄弟们，封闭路段到了，陆地飞行器启动。反祖了！哇！就这提速，我开过那么多的超跑，这个驾驶体验无与伦比。我好了，到位了，到了。怎么累了？都喘上了，直接。没事啊，接着踩。这车驾驶体验好是好，但是缺点太致命了，居然没有 LED 显示屏。 我这是万万不能接受，埋汰，咱就不买了啊！出发前再到本地的小诊所打个疫苗，不然很多国家都不让进。到南美洲还是建议打3种疫苗：狂热病、流脑、霍乱。但是整一个洛杉矶就只能打狂热病。这疫苗好贵呀，228刀，相当人民币1641，贵是贵了点，但毕竟打在自己身上保命，咬咬牙打了得了。It's okay？ 啊。 0.5秒就好了。打完了之后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国际疫苗证明，俗称小黄本。但是要10天之后疫苗才生效。咱们先去墨西哥，先到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，全程飞4个小时。运气贼好，这次抽到了靠窗的位置。嘻嘻，这个全是高消费与罪恶自由的国家，拜拜。这就是墨西哥城了，在飞机上看的天上视角，底下好密集啊。 像蚂蚁窝一样，落地入境非常的丝滑，直接给了我墨西哥90天的签证，而且在过境的入口里面还看到我的老朋友坦克300的广告，国产车牛逼！到新的国家旅游，第一时间肯定在机场换本地的货币了，人民币跟比索的汇率大约为1:3，咱们先换5000多夸一下，因为不知道本地的消费水平怎么样。再去便利店买一张本地的电话卡，要200比索，相当于人民币66块钱。机场打车到市区8.8公里要300比索，相当于人民币100块钱。 好像有点贵哦。坐出租车出了机场之后，一路看到的所有街道都是破破旧旧的，而且满地的流浪汉，脏乱差的情况也是遍地都是。这里就是我订的市中心酒店的一条街道，不知道是不是老城区啊？这里凌晨1点钟一个人没有，而且还是非常的老旧。这是我订的一个星级酒店呢，可以看到这个都是铁门拦着的安保。 要按门铃，然后里面的安保确定你没有武器，才会放你进去。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哇，这个酒店的内部的设置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又到我们紧张刺激的酒店盲盒时间，看看墨西哥市中心800块钱人民币能做啥样的。哇，咋说呢？ 只要跟美国的住宿条件比，那都是性价比高的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肯定是整一下本地美食啦。现在早上11点，还是有很多商铺没有开门呢。看来这边的人的生活习惯也是非常的懒。我去，刚第一眼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阀。早上11点还在睡啊，这睡眠质量也忒好了吧？这应该是本地的早餐店。Is open？ 哎 ，Give me one。他不会这一大块肉都给我吧？
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要破产了。这就是本地的一个 taco， 18比索，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。味道还不错，毕竟真材实料嘛，性价比还蛮高的。本来不想进这家店吃的，看起来就很像那种连锁坑爹的门店。它是里面在跳舞。这餐厅也蛮贴心的，有看图点菜，我直接点了他们3个招牌。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提醒我一定要把这柠檬汁挤到汤里面喝，这是啥吃法？这也太新奇了！哇，酸的我一激灵，柠檬冬阴功。第2道菜，粽叶包肉，这不单看起来像粽子，它吃起来也像我们的肉粽味道。还不错，这个菜什么黑暗料理啊，好难评啊！石榴籽、奶油、青椒，往中间切开，看有没有惊喜。哦，里面包着肉，这肉加了好多香料啊，味道吧也怪怪的，算不上难吃，但也算不上好吃，凑合吧。2个菜吃了216块钱人民币，还蛮划算的。最划算的还是他们，舞蹈老好看了，拜拜。感觉墨西哥的美食好单一呀，在街头逛了7、8家小摊小贩，全是做taco的，我是吃够了。打个假，网上说墨西哥的可乐比水还便宜，这一瓶这么小的瓶装可乐要人民币6块钱，而且他们说墨西哥的可乐是全球最正宗、最好喝的，感觉跟国内没啥区别。就是甜了一点点。这里就是墨西哥城的著名地标宪法广场，还蛮有特色的。我发现墨西哥的人也非常的有松弛感，到哪里都能睡。宪法广场旁边就是总统府了，可以看到本地的群众在这里举行活动。他们讲啥我完全听不懂，因为这边的主流语言是西班牙语。你说讲英文我还能稍微懂那么一点点，就不瞎掺和了。走了。墨西哥大主教堂。这里也是他们的历史地标，1573年西班牙人在这里修建的。进去瞄瞄，我在这里能看到巴洛克的风格，也有一点哥特式的，而且我居然在这些彩绘上面还看到了一些拜占庭风格的，金碧辉煌的。这应该是镀金，不是纯金吧？SPA？哎 ，This is SPA。SPA 啊，这是按摩啊。这有啥作用？这个吹喇叭有啥作用？就这就要了我50比索，16块钱人民币就这样没有了。不是说好 SPA 吗？按摩呢，啥都没有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门票33块钱人民币，世界10大博物馆之一。这是死神之脸石盘，博物馆镇馆之宝其中一件，象征着特奥蒂瓦坎人对死亡崇拜的精神图腾，还蛮好看的。据说这女神石雕重21吨。他是怎么整到这博物馆的？特奥蒂瓦坎人的图腾啊，记录着他们很多服饰啊，还有文化呀，好多图腾，但我是完全看不懂，文盲。这玩意儿牛逼了，也是镇馆之宝，就是玛雅人的太阳圆盘，他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，那会可没给我吓个半死，所以说要相信科学。哇！这4个石雕应该代表着玛雅人不同身份阶级的象征。这个我猜到了，干饭人嘛，拿着4根玉米。但是基本他们每一个石雕手里都爱拿着玉米，这应该是他们的主食。你确定这个不是现代的工艺？哇，那块手艺还蛮好。这个雕像也是镇馆之宝，叫大地女神，是阿兹特克文明里面神话非常重要的一个神。这个雕像应该是当时写实派的工匠做的。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越看越眼熟啊，有点像咱们三星堆的那个风格。OK 了，老铁，人类无论哪个时代都喜欢摊手表示无奈，感觉阿兹特克的画风好适合当表情包啊。你看这个学猫叫，这越逛越不对劲啊，我感觉自己有玛雅人血统啊。不信你看，这个博物馆强推啊，就算你跟我一样是个文盲，也不会影响你的观看体验，看得也很过瘾。日月金字塔门票35人民币，特奥蒂瓦坎人做仪式的地方，在一部外国电影看过仪式的过程，老血腥了。刚那是太阳金字塔，这是月亮金字塔。
看起来外形没什么多大的区别，可能就是用法不一样吧。很可惜，现在这2个金字塔都不让爬上顶了，所以咱们过来拍个照、打个卡就可以走了。毕竟来都来了。这是墨西哥的地铁，咱们坐半个小时到唐人街，顺便体验一下他们的公共交通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我去啊，这么多人呢、一会儿都不知道能不能挤得进去啊！战斗开始了。喂，呀！哎呀！好，还是没挤上去。呀！Así suben en Japón. 挤进来了啊！到下一站的时候，到我被挤进来更辛苦。哎我，哇！这他妈，这不是人做的，太痛苦了。从地铁口出来都天黑了，感觉恍如隔世。墨西哥的唐人街倒是到了，这里全是中华元素，是不是？感觉就是唐人街。除了我是个中国人唐人，这里全是老外，全是墨西哥人，太离谱了。这个楼叫好景楼，可服务员是老外，里面食客也是老外，在里面站岗的老板也都是老外，他们连中文菜单都有，就是没有中国人。但是我能确定这个厨师应该是中国人。这个四季豆炒腊肠还蛮正宗的，嘎嘎好吃。但是这个西湖豆腐羹又让我觉得他们厨师不是中国人。谁家的西湖豆腐羹放辣椒的，而且还很辣？但是吧，他加了这个辣椒，感觉更提鲜、更香、更好吃了。也能接受。我刚才直接问他们的经理，他们的中国菜那么正宗，是不是中国人做的厨师？他说不是，这个 Mexico， yeah you not Chinese？ 哇，我去，他做的比国内的厨师大部分都要好，牛逼！吃了130块钱人民币，虽然2个菜贵是贵了一点，但是能吃到正宗的味道，也值了。感觉墨西哥不像网上所说的一样全是不法分子，虽然大部分的街道破旧，经济萧条很严重，但是每个平民老百姓都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而且今天围绕了整一个墨西哥城走了一遍，目前没遇到什么过分的情况，什么抢劫啊、偷啊之类的，我觉得没那么的夸张，也有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而且再加上我这个形象，我不是不修边幅，我是故意留成这样的。长得像流浪汉一样，谁会抢我？